现在我要采访时代力量的陈慧明，然后我现在在立法院外面，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是在立法院对面。所以第一个可以先介绍自己，为了可能不认识你的读者吗？好，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的陈慧敏。那我们时代力量是在2015年1月的时候创党，那我自己是在8月的时候大概加入时代力量，担任秘书长。我自己是高雄人，所以我们很希望说，在高雄有时代力量的一些新的想法可以放进去。对，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会决定参选呢？因为之前你是担任时代力量的秘书长。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化，尤其在7月之后，6、7月以后，整个香港的那个局势这样的发展，其实我们会理解说，民主不是只有投票跟只是在讲一些表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自己投入参选去强调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那特别是说，因为南部其实长期以来都是被认为是民进党执政，跟就是林非凡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西瓜选都会上，对，就是西瓜就民进党100个西瓜选都会上。当这个东西其实盘根错节，在把台湾的社会紧紧绑住派系的话，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努力的方向。那也因此就是因为这里很难选，然后也没有人要选，然后非常的困难。其实我问过很多人，但是都没机会。那最后想想就自己下去好了，反正我自己就是一个高雄人然后我自己也是，我们自己高雄也是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一个地方嘛，就是1210的世界人权日的时候发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高雄不能只剩民主的这个 title， 而没有民主的实质内涵上的一个社会在进步的这样的可能。但是真正的政治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其实是在跟人的第一线的接触。那我也很相信这种人跟人之间的第一线接触跟说服是一个你在谈政治工作很重要的部分。那你觉得这次选举有什么特别重要性呢？对于台湾很重要对对对。国民党的那个候选人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然后第二个是说，他们不分区名单一开出来以后，你也发现本来以往是总统的选举的那个支持度跟那个政党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本来是国民党支持度比较高，原因是因为说民党可能在4年执政有一些包袱跟我们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那没想到不分区的名单一开出来以后，整个又逆转，所以我们有一种选举提前结束的感觉。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一次选举千万不要又变成是说拿中国大家狂打中国牌。那两党都打中国牌，一个是说以台湾的主张这边来捍卫住台湾的主权，那这个是至高最优位的，其他都不重要。不过国民党这一套这次比较走不通。第一个是因为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全世界其实已经遭受到非常多的制裁啦，就是他的各种活动，所以它并不是台湾独自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中国危机，这是一个重点。那第二当然是香港的局势嘛。那香港局势你就看到说一个完全傀儡的特首如何听着中国政府来处理。那可是即便是这样，我都很希望就是说对时代力量，尤其是我其实不是时代力量的年轻人，我是时代力量比较年长的人，就是以我们党来说，就我们创党的这些40多岁的人其实想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会希望那个台湾的政治的可能性要再被打开一点，就是说应该要有一些机会是让年轻的人可以进来做这件事情，而且要相信说改变的重要性。那这次选举如果说重新回到两党归位，就是各用意识形态去霸占自己原本有的那个支持度的话，我会觉得这对台湾的民主来讲有点停住了，非常非常可惜。那你觉得这次选举对于年轻人有什么重要性呢？像比如说就是这次民进党也推出很多年轻人，然后也是跟第三党合作，然后对。我知道这一次可能我们会觉得最担心的是说年轻人不投票。那年轻人本来一直都是向来是政治冷感的嘛，比较冷漠的。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年轻人的狂加入，就是说比较加入政治这件事情造成的一个新的状态是说，他虽然加入政治，但是他太容易被带风向了。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侧翼或粉丝页粉专各式各样的
粉专出现，那大家会随着那个风向去走。年轻人就是返乡投票，好像他就是会走路的投票的一张选票这样而已哦。但事实上，他们能够被表现出来的东西或他的意见，我觉得是可以更多的。比方说，年轻人可以去要求所有的要参与选举的人，你们必须提出哪些政见。比如说，你支不支持18岁修宪？你支持那要做到啊，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说支持，但是台湾已经是全世界非常少数还在20岁的人了，连日本那么保守的国家，他在2022年都会通过。对啊，那你觉得这次选举，特别在你的选区有什么重要议题呢？有什么也有什么要挑战的？我的选区非常有趣，我选区有很多眷村，就是因为它是3个那个陆军官校，就是传统的国军的一个地方。那可是我自己是高雄市凤山嘛，那凤山其实是一个目前高雄市人口最多的地方，然后它也是少数还有在人口移入，因为高雄大部分是流出去这样。那为什么？因为它有很多以前就是比较空的土地，它有新的建物，然后它的那个价格也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吸引年轻人进来这边去工作啊，或者是去自产成家立业这样。那凤山又有很好玩的是说，我觉得他的自主选民很多，因为在4年前的时候，我们现任的立委在16年的时候，其实他是大胜的，大概是7、8万票这么多。可是等到去年韩国瑜选的时候，这里又是输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又倒输了5万票，那来来回回就有13万票的。你就不能说有传统的好像蓝的盘绿的盘是固定住的，不是，它就是有这么多的自主选民，这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会希望在凤山这边投入的一个原因，因为它的被传统派系绑住的那个状况是比较小一点的，然后它有很多的文化，像我刚刚说眷村的文化，就是中国的移民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战争各式样的理由来台湾定居，然后还有很多新住民，那还有很多年轻人，那还有旧的，因为凤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古城，所以还有旧部落的居民，也有新的产业商业活动，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就要同时要跟非常多不同的人去对话，跟不同的人去知道他们在怎么想。那如果我对民主有一个就是我认为说对话是很重要的话，那我觉得凤山就是我一个很喜欢，然后也觉得很适合去做时代力量组织的一个地方。那你觉得这几年在看世界局势，就很多年轻的比较进步的政党出现，你会觉得像时代力量出现跟这也有相关吗？会有这个国际趋势吗？是一定有，对，318的运动里面，我当然是把它定义，我不会纯粹把它定义成学生运动嘛，因为318能够撑20几天，是因为有很多公民在外面在 hold 住大家的，一场其实只是一个少数的一个集结地方，那真正厉害是青岛东、中山南跟暨南路的朋友们，那他们大部分都是那种刚出学校，然后25岁做第一份工作，然后本来对社会也蛮失望，然后也曾经投给马英九这样子，就类似是这样的一个构成。但是他们突然发现说，原来我就很努力在做我自己的事情之外，原来我还是可以关心社会的。那我们自己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力量千万不要放掉，因为只要年轻人愿意关心社会，愿意去关心政治的话，那这个国家就一定有希望。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何去营造这样的空间，让一些要从政的年轻人不需要在传统的政党里面论资排辈的要等很久，就是他们都要等那个前面那个人已经做到不想做了，才能换下一个人。所以等到他从年轻人的时候进民进党，然后一路到可能可以真的自己参选或怎么样，已经是很久的一段时间了。那时候他已经也不是个年轻人了。对我来讲，时代力量想做的就是这件事。让政治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可是老实说，时代力量长期做香港议题，台湾人是不关心的。台湾人根本不 care 香港，就是他留在那种很刻板的印象上，觉得香港就是爱赚钱、自私自利、不顾别人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题目上很难做。那这次是因为那个整个的国家暴力的那个太明显了，所以大家会担心。好，那即便会担心，像我们在提说港澳条例应该要立法，应该要修法，让他们有制度性保障的时候，那台湾人还是会说起来说不要啦，那个万一有匪谍来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经常都是其实还需要再努力的。我觉得台湾不是一个对外国人很友善的国家。如果说你的
所谓的国家认同是一个不断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作祟的话，那其实它就很容易会陷入一种就是排他的状态里。可是台湾作为一个小而这个海岛国家的话，其实我们需要的是把别人邀进来，而不是排拒别人，然后同时要有一定的国家意识啦。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说对读者吗？包含台湾读者，包含国际读者。台湾真的是一个很资深的民主国家，但是我们自己有内部在思考的问题，我们怎么去在投票这个选票之外，就一天当主人这种情况之外，去让更多的社会民主跟很多价值上的东西，跟很多我们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样的概念可以放进来，而不要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好像都比较是排拒、拒绝、担心围堵这种情况。那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个政治被打开来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包括我们对什么叫做经济发展的想法，会是比较合作的，而不是比较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的。那台湾会变成一个比较快乐的国家，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国民都很不快乐，就是经常都非常非常的压抑，然后不是真正的有自信，有的时候是有点虚张声势的。就说我就是台湾人怎么样这样，可是我希望说，当我们在讲我是台湾人的时候，那个骄傲感是有一些基础在支撑我们的，那就是我们有除了民族以外，有很好的社会的幸福，有下一代比较公平的机会，那这个都是我们在努力的。谢谢，谢谢，谢谢，可以吗？可以，谢谢。